借运的玄学原理分析。易烊千玺2025演唱会窃取粉丝气运，一场不是得失的魔鬼交易，各方的损失和收益分配。本视频我将深入探讨这种以演唱会形式来借运的玄学原理，为何不仅仅是猜测或者是推论，牵扯入这场演唱会借运法事的人，祭品也就是粉丝会承受什么样的损失，获利的一方会如何分配他们的战利品。本视频侧重于玄学命理视角的思考和逻辑推理，无法拿出某些人要求的实锤证据，本身鬼神灵异之说就无法被科学证实。在非科学领域，逻辑高于所谓的事实，不信者恒不信，信者共勉之。第一，为何选择偶像明星演唱会作为借运的祭坛？偶像的独特优势，偶像明星，尤其是顶级流量偶像，掌握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能量，也就是源自热爱的、纯粹的、不求回报的信仰之力。纯粹性，粉丝对偶像的爱是一种近乎于宗教狂热的情感投射，不掺杂复杂的利益计算。这种能量至纯至净，是发动此类法事的最佳燃料。二，主动性，粉丝是心甘情愿献出一切的，他们主动买票，主动带土，主动贡献情绪价值。这种主动献祭在仪式中可以规避大量的因果反射，因为在法则层面可以被曲解为自愿的赠与。第三，规模性，数万人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将精神能量聚焦于一人之身，这种规模的能量共振是任何的政治集会都无法比拟的。其实大美利国的川普恐怕都无法营造这样的环境，汇聚如此多的拥有纯粹愿力的年轻人，而且是更为感性的女性，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得出结论，唯有顶流偶像明星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合法、合情、合理的创造一个汇集数万份自愿赠与的信仰之力，这种完美的仪式场。他们的身体就是这个时代的圣杯，是承载这种特殊能量的唯一容器。第二部分，是否真的能够成功借粉丝之运为其所用？关于气运的属性，运是一种非常个性化、与个人因果业力深度绑定的能量，它不像金钱可以随意转账，强行借取或者掠夺他人的气运运势，被认为是逆天改命的行为，会受到天地法则的制衡。而借运的本质，这种借其实更像是一种透支或者掠夺，它并非是创造了新的好运，而是将成千上万粉丝未来一段时间的好运强行的叠加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会造成巨大的因果失衡。而借运成功的条件，要成功借运需要满足苛刻的条件，粉丝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哪怕这种情愿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导的。如果粉丝群体中有人气运极强，或者有特殊的庇护，可能会豁免这种掠夺。第四，被借运的后果，对被借运者，也就是粉丝而言，会在演唱会后一段时间里感到精神萎靡、身体不适、运气变差，或者频繁遇到倒霉事等等，因为他们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好运被抽走了。虽然这种影响可能会随时间慢慢的恢复，但是对于个体而言，不仅体验会非常的糟糕，在这期间内遭遇的本不该有的厄运，或者关键时刻的发挥失常，比如说考研差几分、考公面试状态不佳，或者是上台演讲时心神恍惚，这些所产生的后果是无法被抹除的既定事实。而如果被窃取的是寿元，最糟糕的无法恢复的永久性损失。第三部分，窃取运势后的处理，炼金术士的提纯。整个演唱会它就是一个熔炉，演唱会现场通过声、光、电和集体情绪的催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熔炉。所有被吸入的驳杂的个人化的运势可以被视为矿石，在这个熔炉里被高温溶解与提纯。在这个溶解过程中，运势中属于个人的琐碎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部分可以被视为矿渣，会被剥离、焚烧、蒸发，剩下的就是相对纯粹的、更接近本源的生命潜能或者愿力精华，可以被视为液态的黄金。塑形与吸收这些被提纯的能量精液，就可以根据仪式设定者的需要被塑造成任何的形态，可以是事业运，可以是财运，可以是健康寿元，也可以是桃花运等等，然后再由主角或者幕后的贵人这个容器所吸收利用。第四部分，所获之利，一场不是得失的魔鬼交易，策划如此规模的仪式，其所图必然其大，受益方不仅仅是明星本人，更是背后整个利益共同体。这并非简单的好运，而是对命运进行一次强制的掠夺式的干预。我们来分析一下参与方都能得到什么好处。对易烊千玺本人而言，气运的暴力拉伸与巩固，这并不是缓慢积累的好运，而是通过万人的根气进行了一次暴力注资，其效果是形成一个虚假命格，在短期内可能是几年，甚至长达10年，呈现出无懈可击的强势状态。具体表现为事业巅峰的强制延续。我们知道正常人的事业有起有落，每一个大运会呈现不同的状态，它符合人生运势的周期变化。这种仪式旨在打破周期，强行将事业躲死在巅峰期，使其看似无往不利，遇到任何的瓶颈都能逢凶化吉。二，灾厄的绝对豁免。封印在泥人 T 身上的是他命中本应出现的负面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的伤病、致命的公共关系危机、意外事故、小人陷害、破财等等。在这个仪式有效期内，他可能会获得一种绝对安全的虚假光环，豁免这些负面的问题。第三，
财运和人缘的非正常爆发。F 会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和方式向他汇聚，同时他的人格魅力，也就是观众缘，会被放大到极致，使人产生一种近乎精神崇拜的迷恋，从而更高效地收割粉丝经济。而对于主办方以及核心策划者，也就是背后的那位法式设计者、玄学高人，对他们而言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利益捆绑与气运分成，主办方或者经纪公司与艺人早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艺人被拔高的气运会直接反馈到公司层面，体现为公司的运营顺遂、项目盈利、资本追捧等等。而对于设计这场法事的幕后高人而言，金钱那是最浅薄的回报，他真正得到的可能是气运的分成，从窃取来的庞大气运中分一杯羹，用于增强自身的修为，或者是为自己的其他客户办事。功德交换在某些邪术体系中，帮助一个天选之人逆天改命，会被其背后所侍奉的力量视为一种功德，从而唤起自身更大的利益或者庇护。第三，因果转嫁，高明的术士会通过复杂的仪式设计，将大部分的业力反噬引导至可抛弃的棋子或者整个粉丝群体上，而自己则金蝉脱壳。最终总结，如果说娱乐圈明星养小鬼是从阴间银行申请一笔高利贷，那么这场演唱会法事就相当于发动一场金融战争，通过做空数万个散户，也就是粉丝，来恶意掠夺财富，从而让自己的股价，也就是气运暴力的拉升。这已经不是逆天改命，而是窃取天机。真正的逆天改命是通过巨大的善举、善行、功德、修行去置换自身的命运轨迹，而这种行为是纯粹的偷盗，是绕过所有规则的恶意行为。它并没有创造任何的价值，而只是将别人的福报据为己有。这个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定，以窃取他人之光来照亮自己的道路。当光芒散尽后，他将坠入比原本黑暗更加深邃的无尽的深渊。谢谢大家。以火之言，照明之玄。视频篇幅有限，一些观点无法尽述，请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引言止玄”，获得更多深度内容以及每日东方智慧分享。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想对个人在事业发展、情感困惑、健康生活、前路抉择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私信或者来 B 站油管看我的视频分享。全网同号“引言止玄”，谢谢大家。